注意看，这朵红莲居然钻进了女人的肚子里，女人因此怀孕了。她做梦都想为国王诞下子嗣，而这件事情也惊动了喜马拉雅山上的仙人。同时，她也感受到这个孩子可不一般，一出生便会走路，并且步步生莲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来讲讲关于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传奇一生。相传，在古印度的北方，有一个名叫迦毗罗卫的国家，而这里正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故乡。现任的国王十分骁勇善战，这天他再一次带着胜利凯旋而归，凯旋的钟声传遍整个国家，百姓们听后全都欢呼雀跃。侍女激动地跑进寝宫，告知波舍波提王后这一喜讯。波提王后十分的高兴，连忙前去告知自己的姐姐摩耶王后。来到花园，就看到姐姐正在陪着侄子提婆达多玩耍。提婆达多是国王净饭王的弟弟胡饭王的儿子，也就是摩耶王后的侄子。看着姐姐再次将提婆达多幻想成了自己的孩子，波提王后不禁流下了眼泪。摩耶王后是净饭王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可惜的是多年来并没能为国王生下一儿半女，这让她无比的自责。为了让国王能拥有子嗣，摩耶王后让自己的妹妹波提嫁给了国王。可即便如此，姐妹二人仍旧未能诞下皇嗣，王位也迟迟没有继承人，这也成了他们三人的心病。唯有在可爱的提婆达多的陪伴下，才能让他们心中的痛楚稍作缓解。可国王和王后不知道的是，胡饭王的夫人祥光正野心勃勃的要策划谋夺王位。看着国王和王后每天这么亲近自己的儿子，祥光简直厌恶到了极致，还恶毒的诅咒王后永远也生不出孩子。这样一来，她的儿子就会被立为王储，自己和丈夫也将顺理成章的统治整个王国。孩子一直是国王的心病，为了求得子嗣，国王决定请大师来为自己办一场求子祭。上天听到了他的祷告，阳光驱散阴霾，红莲也随之绽放。大师表示此乃吉兆，莲花预示着吉时将至，陛下。当晚，国王和摩耶王后同寝后，王后梦到夜空中飞来一只六牙白象，白象掷出一朵红莲，红莲缓慢地飞到王后的身边，然后融入到她的肚腹之中。王后醒来，抚摸着肚子，开心地笑了。她预感到将有好事降临，果然御医诊出王后有了身孕。祝贺您，御医宣布王后有孕了。国王这一下终于有了继承人，整个王宫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，全国上下都在庆祝这一喜事。摩耶王后成功怀孕，可也因此招来了祥光的妒恨。他提前在摩耶王后来的路上扔出许多弹珠，险些害得王后跌倒，然后再假惺惺地跑出来关心。这次计划没能成功，但夫妻俩并未放弃。胡饭王要挟摩耶王后身边的侍女，逼迫她和她的情郎在王后的饮食里下毒。可心地善良的侍女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王后遇害，最终她还是阻止了王后进食，并当众指认了自己的情郎便是那下毒之人。胡饭王担心他会供出自己，抢先一步杀死了情郎。事后，祥光再次想出一计，他向王后谏言，捏造出孩子若在父亲身边出生，将会给父亲带来灾祸的谎言。王后因此担心国王的安危，决定即刻启程返回自己的母族待产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后便要出发，国王依依不舍地目送王后离开。此时的王后还不知道，祥光早已在途中安排了刺客。而此时，喜马拉雅山上的仙人预感到伟大的圣人即将诞生而兴奋不已。王后在途经蓝毗尼园时，腹中的孩子便迫不及待地出生了。祝贺你，姐姐！祝贺你！你生了个儿子。小王子一出生便显得与其他孩子不同，因为他一出生便会走路，满脸笑容地向前走了7步，每走过1步，地上便会绽放出一朵极其美丽的莲花。清冽的香气和神迹的出现，无一不彰显着小王子的与众不同。王后抱着可爱的儿子喜极而泣，她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脸庞，为他取下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悉达多。这一喜讯很快传回了王城，国王
兴奋地吹起号角，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终于有了继承人。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，迫不及待的要看一眼小王子，于是骑上快马奔向了王后的驻地。隔着床围，他看到了熟悉的爱人以及他身侧的那个小婴儿。波舍波提笑着提醒他，根据婆罗门教典中的规定，他必须要等30天后才可与妻儿相见，这是为了避免丈夫会因渴望与妻子同房，从而会打扰到妻子休息。国王无奈地打断波提，表示至少能让他摸一摸小王子吧。隔着帘子，国王抚摸着婴儿的小手，他能感觉到孩子十分强壮有力，今后定是一位勇者和战士。而小王子的诞生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。没错，祥光夫人和胡范王此时已经气得发疯了。即便王储已经诞生，可他们依旧不愿放弃，不知道又会想出怎样的阴谋来对付王后和小王子。摩耶王后返回王城，全国上下都在为她和王储殿下欢呼。晚上，姐妹二人在床上休息，而摩耶王后再度做梦，但这一次的梦却是不祥之兆。夜空浮现一道发光的人影，用慈悲而又怜悯的声音告诉王后，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是时候该离去的。摩耶惊醒了过来，他不愿就这么离去，但他也明白自己生下的不是普通的孩子，而是日后佛教师祖释迦牟尼。如此巨大的福德是他一介凡人所无法承受的，需要付出对等的代价，譬如生命。王后自知自己来日无多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能为小王子举办一场盛大的赐名仪式。很快就到了仪式这天，按照规矩需要请来孩子的舅母，也就是净饭王的妹妹甘露王后。同样的，甘露王后也是波提和摩耶的哥哥善觉王的妻子，所以甘露王后不仅是小王子的舅母，还是他的姑母。根据规矩，甘露王后要为王储赐予和星象相配的名字。最后，小王子正式被取名为乔达摩悉达多。仪式上，国王询问大师关于小王子今后的命运。大师指出，王储殿下的星象超凡绝伦，他将成为出色的战士，勇猛威武，战无不胜，还会成为伟大的转轮圣王。国王十分高兴，自己的儿子将会成为千百年难得一遇的治世帝王。而就在生下小王子的第7日，摩耶王后的身体变得极为虚弱，她满含不舍地向妹妹交代后事，希望妹妹今后在她不在的日子里能够竭尽全力地照顾好小王子。在得到妹妹的肯定答复后，她勉强支撑的身体才缓缓地倒下。模糊中，她嘴里喊着还想要再见国王最后一面。很快，御医便来到了内殿，国王却被拦在了门外。法师提醒国王，因为30日还没过，他还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，破坏规矩会使自己背负极大的罪孽，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。眼看姐姐已经快要不行了，而国王却还愣在原地。波提王后哭着恳求国王能去见姐姐最后一面，一想到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心爱的王后了，国王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不顾法师的阻拦，强行闯入了内殿。国王终于见到了爱人最后一面，摩耶王后很高兴国王能来见她，她最后是带着幸福的微笑逝去的，想必她已经没有遗憾了。摩耶王后的逝去让国王备受打击，几乎令他一蹶不振，但看向小王子后，他想起了自己还有责任，那便是要好好教导小王子，让他成为王都日后骁勇的战士，最伟大的尊王。就在这时，人人敬仰的阿斯陀仙人从喜马拉雅山赶来王宫，国王连忙前来迎接。阿斯陀仙人曾是释迦王族的国师，他重返王都是为了瞻仰一位非凡之人，而这个非凡之人正是国王刚刚诞生的儿子。阿斯陀仙人十分小心地查看过小王子的身体后，他居然潸然泪下，随后起身绕着王子转起了圈。国王和众人很好奇他的举动，就忍不住地问他在做什么。仙人回答说他正在绕行宇宙。在场的人一听都懵了，接着仙人再次蹲下来，对着孩子哭了起来。国王问他为什么要哭，莫非是自己的儿子会遭遇不测吗？仙人表示自己不是在为孩子而哭，而是在为自己哭。没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，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无上觉者。此话一出，满殿哗然。国王怎会接受自己的孩子成为苦行僧呢？他的儿子将来一定要成为勇士，但仙人却说王子注定要修苦行，谁也无法更改。他将统治宇宙，那是众生心灵的宇宙。小王子拥有32足相，拥有此相者，在家则为转轮圣王，出家便是无上觉者。国王还是不信，他坚信自己的孩子将开疆拓土，征服更多的领地。接着他夺过仙人手里的孩子，来到了城楼之上，接受百姓们对小王子的赐福。而在人群中的仙人却表现得很是无
奈。世人总是如此冥顽，妄图改变他人的命运，殊不知那人却是掌控世界天命之人。国王虽然嘴上强硬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些膈应，担心仙人的预言会变成现实。他烦躁的睡不着觉，于是就跑来和士兵练剑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旧想着仙人说过的话，然后一不小心就被士兵划伤了胳膊。他赶紧在地上抓了一把土，敷在伤口上止血。波提王后迅速向前，撕下衣裙为国王包扎伤口。隔天，国王和众人一起前往恒河边，他小心翼翼地将摩耶王后的骨灰撒入了恒河之中，希望心爱之人可以早登极乐。国王忧心忡忡，与大师商量着今后要如何培养小王子，让他长大后不至于走上修苦行的道路。大师告诉他，要想让小王子成为勇敢的战士，那就得从小给他灌输帝王的精神，教他骑马射箭，不能让他看到人世间的悲苦，如此一来就不会产生慈悲之心，也就不会遁入空门了。国王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将皇城里的老弱病残全部驱逐出城，给小王子营造一个和平而又美好的环境。那么这一决定是否会改变小王子的命运呢？